原地起飞，半空停滞，潇洒落下。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垂直起降，那么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帅。帅就是 F-35B 最低调奢华的内涵，帅到连我都想买架 F-35B 用来上下班。作为美军第5代战机当之无愧的王者， F-35B 给人的第一印象永远是先进，先进到不少人怀疑美军是从51区的外星人飞船上将其拆卸下来的。可以说，凭借着一手垂直起降， F-35B 直接改变了全球第5代战机的生态格局。那么大家到底有没有想过，垂直起降对于战机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F-35B 的先进到底进步在哪里？它与同样具备垂直起降技术的雅克141又有何不同？在讲垂直起降前，我要打破大家一个观念，最早搞垂直起降的其实是英国。英国的耀式战斗机便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垂直起降的喷气式飞机。那么美国为什么能将这项技术玩到人类巅峰？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把时间拨回1991年。这一年，苏联解体，冷战的阴霾散去，失去最大对手的美国国防部迎来的是国会的预算大砍刀，军费遭遇断崖式腰斩。但是美军的战术机队却在此时面临着集体老化的死亡危机。美国空军的 F-16战损和 A-10油猪需要换代，美国海军的 FA-18大黄蜂急需接班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更是眼巴巴地指望着能有一款新飞机来替换掉那群事故率极高、腿短腿慢的耀式垂直起降战机。按照冷战时期的财大气粗，这3个军种会各自跑到国会山拍桌子要钱，各自研发一款专用的下一代战机。比如空军搞多用途战斗机计划，海军搞先进攻击机计划。但在当时的财政窘境下，五角大楼嬉皮笑脸道 No money， 不但没钱，而且还要你们海陆空3军用同一套底盘揉出一款能够满足你们所有人需求的通用隐身战斗机。于是在1995年，变态的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正式启动。为什么说这个项目变态？因为这3个军种的作战需求在物理学和空气动力学上是彻底冲突、完全互斥的。空军的 F-35A 要求飞机必须轻巧敏捷，具备高强度的超音速突防能力，也就是阻力要小，推重要高。海军的 F-35C 要求飞机必须有面积巨大的机翼，以保证在航母降落时的低速升力，必须有极其粗壮、极其坚固的起落架，以承受航母蒸汽弹射器和拦阻索那极度暴力的机械撕扯力。这些要求都会大幅增加飞机的结构死重，但最离谱的还得是海军陆战队的 F-35B。他们要求这架具备隐身能力的超音速战斗机必须能够像直升机一样，在2栖攻击舰的短甲板上原地垂直起飞和降落。这就意味着 F-35B 要求发动机向下的推力必须大于飞机满载弹药和燃油的重力，而且必须在飞机内部的重心附近位置硬生生地掏出一个巨大的空间，塞进去一套庞大且沉重的垂直升力系统。绝望的是，当这架飞机转换为平飞作战模式时，这套极其沉重的升力系统就彻底停机了，它变成了一堆毫无用处、白白消耗燃料的纯粹死重。把超音速、雷达隐身、航母弹射、垂直起降这4种极端的物理要求强行缝合进同一个机身架构里，在当时的航空界看来，这简直就是对牛顿定律的公然挑衅。不少人看完计划书当场哀叹，物理学不存在了。但是在数百亿美元订单的诱惑下，美国的军工巨头决定赌上公司的命运。面对 GSF 计划非人类的招标要求，波音公司拿出了 X-32验证机。波音为了省钱省事，引用了英国耀式战机的直接升力方案，也就是把主发动机布置在机身中前部，通过一套复杂的导流管将发动机喷管向下偏转，直接用高温废气把飞机吹起来。为了保证进气量， X-32 设计了一个极其巨大的像蛤蟆一样张开的下巴进气口，但在测试中，波音的方案遭遇了噩梦，热气回吸，高温废气反弹进入那个巨大的下巴，导致发动机推力极其不稳定，波音公司 out。 与此同时，洛克希德马丁的臭鼬工厂却寄出了轴驱动升力风扇系统，他们在 X-35B 的驾驶舱后方、主发动机前方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垂直空洞，找来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塞进去了一个直径 1.27 米的纯机械冷气风扇。奇迹发生在这套系统的动力传动上， F-35B 只有一台主发动机，推力冠绝全球的 F-135 PW600 涡扇发动机。当飞机准备垂直起降时，机背上的巨大盖板向上掀起，露出冷气风扇的进风口，机腹下方的排气舱门同时打开，尾部那台主发动机的3轴矢量喷管开始像蛇一样向下弯折90度，直指地面。接下来，飞行员按下按钮，一套由极其强悍的碳纤维支撑的传动轴
通过一个能在几毫秒内结合的航空离合器，将尾部主发动机近29000马力的狂暴周功率直接硬生生地传递给机头的冷气升力风扇。前部的升力风扇疯狂转动，从机背吸入大量冷空气，从机腹向下喷出强劲的冷气柱。这股冷气流产生了整架飞机所需的47%的垂直推力。尾部向下弯折的主发动机喷管喷出高温废气，产生了35%的推力。同时，主发动机压起机产生的压缩空气被2根导管引到左右机翼的翼尖，通过2个滚转控制喷嘴向下喷出，各产生9%的推力。3个位置4股力量同时发力，利用计算机极其高频的推力微调，这架重达27吨的满载战斗机被稳稳地托举在半空中，垂直起飞成功。2001年7月20日，这是决定2家军工巨头生死的任务 X 终极测试。洛马公司的试飞员驾驶着 X-35B 验证机，在跑道上仅仅滑行了150米，升空后直接加速突破阴障，随后返回基地，在空中稳稳悬停。这3个极端矛盾的动作在同一次不间断的飞行中被完美融合。我估计当时的试飞员心里都在想，这玩意儿太帅了。至此，洛马以极大的优势赢得了合同， X-35 正式更名为 F-35闪电2。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拥有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垂直起降技术。但视频开头我们提到过，在实战化垂直起降领域，英国耀式战机是创始者，但在超音速垂直起降领域，苏联才是真正的先驱。1970年代，苏联海军对早期的雅克38垂直起降战机忍无可忍。雅克38因为载弹量极小，作战半径短得可怜，事故率极高，获得了桅杆保卫者和和平鸽的耻辱外号。为了雪耻，雅科夫列夫设计局从1975年开始，耗费10几年心血，打造了全新的雅克141，也就是北约代号自由式的飞机。他们的核心目标，制造人类第一种超音速垂直起降战机。面对推力不够的难题，苏联工程师采取了力大专飞的方案。既然1台发动机推不起来，那我就塞进去3台。雅克141沿用了雅克38的垂直升力布局。它的机身尾部安装了一台推力极大的 279V300 主发动机，这台发动机的喷嘴可以向下弯折95度。同时，在驾驶舱正后方机身重心的位置，苏联人硬生生地竖着塞进去了2台 2D41 升举发动机。垂直起降时，尾部的主发动机向下喷火，抬起机尾；前面的2台升举发动机同时点火，向下喷火，抬起机头。3道极其狂暴的高温火柱同时发力，硬生生把这架重达10几吨的战斗机推向半空。这套暴力系统让雅克141成功突破了阴障，最快速度达到了 1.7 马赫。雅克设计局甚至宣称它的机动性及得上米格29。但是这种多发组合的方案在热力学和结构力学上存在致命缺陷。前面的2台升举发动机只有在起飞和降落的几分钟里有用，一旦飞机转入平飞，这2台发动机就成了2吨多重的纯金属疙瘩，它们占据了原本可以用来装载燃油和雷达设备的宝贵空间。此外，3台发动机同时向下喷射几千度的高温气流，苏联戈尔什科夫号航母的特种耐热甲板也扛不住这种持续的烧蚀。最后就是热气回吸问题，喷射到甲板上的高温废气会在机腹下方剧烈反弹，一旦这些高温且极度缺氧的废气被前面的主发动机进气道重新吸入，发动机燃烧时的含氧量会瞬间骤降，结果就是推力急剧下降，甚至直接当场空中熄火。1991年秋天，这个缺陷应验了。编号48-3的雅克141原型机在戈尔什科夫号航母上进行着舰测试时，因下降率过高，突遇气流干扰，重重地砸在甲板上，起落架折断，副油箱破裂，飞机瞬间燃起大火。试飞员弹射逃生，伴随着这次坠毁的是苏联解体的惊天巨变。失去资金来源的雅科夫列夫设计局面对耗资巨大的修复和后续研发，彻底走投无路。雅克141计划被迫终止，从未投入量产。红色帝国的超音速垂直起降之梦化为一地灰烬。苏联解体后，资金断裂的雅科夫列夫设计局为了生存，在1991年底开始与洛克希德公司秘密合作。洛马付出了约3.85亿到4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这使得洛马获得了雅克141关于矢量喷管设计的大量宝贵图纸和测试数据。尽管洛马官方后来极力否认抄袭，坚称 3BSD 在合作前就已定案，但冷战对手的遗产客观上加速了美国5代机的工程进度。不过 F-35虽然帅，性能也确实棒，但也并不是说它彻底无敌了。转弯慢，载弹量小，维护还贵，就是 F-35B 身上洗不掉的魔咒。那为什么它还能卖爆全球？
为什么美国空军依然将它视为绝对基石？因为 F-35B 根本就没打算去和你拼死刀。那些盯着 F-35狗斗性能不放的人，完全没有理解第5代战斗机的核心战斗逻辑。F-35B 不是一个角斗士，它的恐怖建立在3大绝对的系统优势上。首先是隐身设计 ，F-35B 的隐身能力是全方位、全频段的，它在敌方雷达屏幕上的雷达截面积微乎其微，足以在敌方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完成对防空节点的精确点名。其次是无与伦比的传感器套件。F-35B 机头内装有极其先进的 AN/APG-81 有源相控阵雷达，配合机身四周的分布式孔径系统和机头下方的光电目标指示系统，这些传感器收集到的海量数据，经过中央计算机的算法进行传感器融合，最终生成一张标记了敌我位置和威胁等级的一体化战场态势图。最后是体系的倍增器，这是 F-35最致命的杀招，它配备了极其难以被拦截和干扰的多功能高级数据链。一架 F-35B 在前方静默侦察，发现目标后，可以瞬间将目标的精确3维坐标无缝传输给后方没有隐身能力但挂满导弹的 F-15EX， 或者传输给海面上的宙斯盾驱逐舰，引导后方平台发射导弹进行超视距击杀。这种 A 发现 B 开火的协同能力，让 F-35B 从一架单机变成了一个指挥整个战区火力的超级节点。正是凭借着这种单向透明的态势感知能力， F-35B 在现实世界的作战行动中，从阿富汗的定点清除到中东针对高价值目标的防区外打击，都展现出了改变游戏规则的恐怖实力。了解了 F-35B 的技术底座，我们就能明白它为什么能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实现彻底的垄断。截至2025年，共有883架 F-35在全球服役。美国计划在2044年前购买2456架，英国、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丹麦、挪威是早期的合作伙伴，日本、韩国、以色列已经装备并疯狂追加订单。F-35B 的出现更是直接重塑了全球海军的版图。它的短距起飞能力，使得那些没有装备蒸汽或电磁弹射器的中小型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瞬间拥有了投放第5代隐身战斗机的能力。这直接将一个拥有两栖攻击舰的2流海军拔高到了具备防区外隐身打击能力的1流海权国家。这种诱惑，没有哪个海军能拒绝。但是，购买 F-35意味着彻底交出国防自主权。F-35不仅仅是一件武器，它的所有后勤维护、软件升级，甚至每一次飞行的传感器数据，都必须通过自主后勤信息系统上传到美国本土的服务器。离开美国的授权代码，盟国手里的 F-35就是一堆昂贵的废铁。于是就有盟友不爽了。之前，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发出警告，加拿大皇家空军在采购 F-35的计划上出现了严重的摇摆。加拿大不仅暂停了后续72架 F-35的最终购买决定，甚至开始以观察员身份接触由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共同主导的第6代战斗机项目——全球作战航空计划。加拿大难道真的舍得放弃 F-35，全面拥抱欧洲的6代机吗？恐怕更多的是对特朗普关税的不满，也就是闹小情绪了。毕竟，英国目前连下一代无人机项目的预算都无法拨付 ，GCAP 的设计和开发合同已经出现延误，日本对此极度不满。一个缺乏美国那种海量资金托底和产业链整合能力的多国项目，想要在2035年按时交付一款技术超越 F-35的6代机，工程风险大到令人绝望。因此，加拿大皇家空军的将领们早早付款接收了首批16架 F-35。他们知道，如果后续停止采购，转而购买瑞典鹰狮或者遥遥无期的 GCAP，加拿大空军将被迫维持极其昂贵的混合机队，两套完全不兼容的后勤体系、武器标准和数据链链路，将彻底摧毁加拿大皇家空军有限的维护预算。并且，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核心是美加两军传感器的无缝互操作性。加拿大如果脱离了 F-35的数据链网络，将在北美防空体系中被彻底边缘化，甚至被美军单方面接管防空指挥权。加拿大没得选，因为真的找不到一架战机能够替代 F-35B 那独一无二的第5代机王者地位。从被嘲笑为飞不快的肥猪，到以无可匹敌的隐身性能以及独步天下的垂直起降纵横全球， F-35B 见证过太多风雨，但一切风吹草动在它那至今领先世界的垂直起降面前都不值一提。当超过880架 F-35在全球各地的美军基地、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上随时挂弹待命时，它构筑的是一张从欧洲平原到印太海域，从高空到超低空，密不透风、单向透明的隐身打击网络。这种压倒性的战略威慑力，才是支撑美国空中力量在未来数十年内继续保持无敌姿态的绝对基石。
好了，本期关于 F-35B 垂直起降的分析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在未来6代机加速研发的背景下，英国与日本的 GCAP 项目能否赶上美国独步天下的战机技术？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